Hello， 杨帆姐姐继续带你看豪宅。那今天呢，我就在东京的周边啊，找到了2套非常有特点的别墅。那个时候，他们的造价就已经高达了10亿日元。当然了，那现在的价值肯定是没有那么高，但是性价比很高。具体是多少钱呢？我在节目的最后会给你揭晓。现在先跟我一起看看房子吧。整个房子的占地面积呢有1800平，使用面积呢有390平。房子是上下2层，一共有4个卧室。那从院里进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是地上停车库，一共可以放2台车。进门的位置呢是玄关，然后玄关走过来就是主客厅了。我们可以看啊，这个主客厅的空间感非常的强烈。从我的目测来看，它的挑高应该至少有5、6米。我们看到家具的风格是欧式的，而且它的雕花呢是非常的精细。据我了解啊，就是整个这个别墅，它的家具都是统一的风格，而且有可能是统一的品牌。据说当时这个房主在购买这一套家具的时候，就花了3亿日元，可以说是非常昂贵了。这个客厅其实是3面环窗，不仅是3面环窗，而且还有上下2层，上面呢还有一层小窗户，所以说整个客厅的采光是特别的好。这是一个小的起居室，我们可以看到我脚下是纯羊毛地毯。据说造价呢应该是每平方米大概有6、700人民币，所以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人确实是挥金如土。这有布袋戏的手办，我觉得从这个你就可以猜出来房东是哪里人。对了，是台湾人，因为这个在台湾现在是非常的火。整个别墅最喜欢的一间房间呢，就是厨房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特别的美式，而且是传统美式的设计风格，中间有一个独立的操作台。这个抽油烟机我是真的没有见过，感觉很强大的样子。不光它的设计风格特别美式，很好看，而且我们看到它的电器设备也很齐全，有烤箱，有洗碗机。你很难想象，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过上了如此现代化的生活了，确实是非常的奢靡。我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，这个是整个房间的电器设备的一个总控。看到这个是安保系统的，然后这个是控制空调的，它的每一个房间的空调都可以独自的进行开关，然后下面呢是暖气的开关。虽然呢，这个房子是92、93年的，距今啊已经将近30年了，但是它却早早的用上了这种现代化的电器设备，确实是很超前的生活，很现代的生活。这就是一家人吃饭的位置了，而且它的餐桌呢旁边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客厅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壁炉，烧炭的壁炉。你看它旁边的所有工具还在这儿呢。可以打开，然后应该把这个铁网再拿掉之后，就可以往里加炭了。是这个样子。现在我要上2楼去看一看。整个2楼呢，就是主人休息的空间，一共有3个卧室，一个是主卧，还有2个是次卧，我们可以分别的去看一看。这间呢就是主卧了，我们看到特别抢眼的就是它的床。是不是很霸气，彰显了主人的地位？而且呢，它很有特点的一个设计就是床会有镜子对着。一般人其实可能有一些中国人会觉得镜子对着床不吉利，但是它这个不是哦，是特地要对着床。这是主卫，我们看到除了上厕所的位置，还有淋浴的地方，它还多出来一个小房间，是什么呢？是的，桑拿房，而且是干蒸哦。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特别贴心的小设计，比如说这个沙漏，还有在里面会有温度计。刚才我打听了一下，这个房子的物业费每个月要8万日元，而且如果你要想来看房子，进门一次要收2万日元进门费。下面我要看另外一套房子了。它的占地面积呢有1600平米，然后使用面积在450平米，依旧是上下2层，但是有5个卧室。那具体是什么样子呢？我们来看看吧。这2个别墅呢都是在同一个小区，室外的设计啊都是美式风格，但是室内啊却完全不一样。
刚才我们看的那套呢，室内要更深色一些，沉稳厚重一些，但是这一套就明显是白色系，要年轻活泼一些，明亮一些。从客厅往上看，挑高非常的高，我觉得将近有10米了，而且它的屋顶是有天窗的，有很多的窗户，这样保证了整个室内的采光会非常的好。同时，我们看到了这个客厅用了很多玻璃的元素，除了这个窗户，然后还有很大的镜子，这样使本身就很宽阔的这个空间呢，显得更加的开阔了。你看这个厨房就是浅色调的，其实它整体的格局呢，跟刚才我们看的都是差不多，中间也有一个操控台，但是就是因为它浅色设计，显得这个空间感会更加的好，更加的大。而且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它整个的厨房是冲着花园的，这块有很大的窗户，让你的视野非常的开阔，很明亮，很开阔。你做饭的时候心情也会非常好。我们看到这个洗碗机的牌子是米勒的。我现在在拍豪宅的时候，基本上都会用到米勒的厨电。那这个房子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这个牌子了，确实是值这个10亿日元的造价。这是1楼卧室的卫生间，我们看到它也是采用了一个双洗手盆的这种设计。现在很多国内的豪宅也是这么设计的，就是方便2个人在使用的时候不会打架。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卫生间也是使用了浅色调的设计，显得非常的干净。2楼呢，一共有4个卧室，3个是次卧，然后1个是主卧，从面积上就明显看出来的不一样。这个主卫的景色是非常好的，属于带山 view、森林 view 的一个浴室，而且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个6孔的按摩浴缸，也是很现代化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你在按摩浴缸里泡着澡，然后根本就不用拉窗帘，因为对面呢你也没有楼，没有人，只有山，你看着对面的风景，然后享受你的按摩浴缸，是不是很好？我今天带你看的2栋别墅呢，其实都是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的产物，但是它的很多设计在今天依旧不过时，很多东西呢你在今天的顶级别墅里依旧可以见到。不知道在你心中这2栋别墅值多少钱？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下，现在的价格已经是不到鼎盛时期的1/5了。如果你也感兴趣，可以私信我来聊一聊。